在这座小镇的尽头，有一棵见证无数约定的樱花树。传说中，只要在花开的那天许愿，时间也会为爱停下。花开的声音像时间的心跳，微弱却真实。尤真总爱在放学后走这条小路，为的是那棵树与那片光。今天的光应该能拍得不错，今天会不会又拍到不一样的光？那是尤真第一次看到花荫，风停，连花瓣都不敢打扰。咦，有人在那边。樱花落下的那一刻，时间被悄悄打开。尤真不敢出声，只觉得那一刻比梦还真。啊，花瓣粘在脸上了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打扰的。没关系，我只是睡着了而已。第一次对望，像旧时光忽然被唤醒。这里是我每天都会来拍照的地方。拍樱花吗？你要不要也看看？真的可以吗？那瞬间，花荫看到的不只是花，而是未知的时间。尤真透过镜头看世界，而这次世界变成了花荫的模样。原来樱花这么近，每天都拍这棵树吗？好像它有什么故事要告诉我。黄昏的金色光把它们的距离染得柔和。你是新搬来的吗？以前没看过你。才刚搬来没多久。是我们学校的制服呢。看来我们读同一所学校。影子被夕阳拉长，并在樱花树下分开。明天还会来吗？会的，明天见。那夜的风有点甜，像未说出口的心意。明天他真的会再来吧？命运总是悄悄地兑现承诺，日子开始变得有规律。黄昏、樱花与笑声。你为什么喜欢拍照？因为拍下来的东西不会被风带走。那如果人也能被拍下来，是不是就不会被时间带走了呢？也许吧，不过我更想记在心里。有些人是为了留下记忆而来，有些人则是为了不被忘记。那天他们都没注意到风的方向变了，花荫总是带着一点温柔，连风都替他让路。这是我亲手做的哦。哇，这么好，那我也该带点甜的回礼才行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他们的笑声成了樱花树下新的季节。然而，有些不对劲的线索开始出现，命运正悄悄露出端倪。奇怪，那里的校舍怎么和我印象中不一样？这棵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花荫看花的样子，像在数着时间。别动哦，光正好。要拍我吗？那我该摆什么表情？呵呵，自然就好。要是每天都能拍到这样的笑容就好了。尤真第一次想记下的不只是景色，那一刻，花荫像春天的中心，世界安静的只剩风与心跳。花荫开始察觉每天的黄昏好像有哪里不同，他的心开始同时存在于两个时间里。明明每天都不同，但为什么总觉得哪里不一样？你看这光线像在对我们微笑。或许他在说再见。如果能一直停留在这里就好了。这棵树好像活着一样。如果有一天樱花能记得我们就好了。那我们就每天都来，让它记述我们的样子。花荫不知道这棵树正在记下他们的愿望。这一张一定会很好看。你拍的每张都很好看。尤真无意间记录下了一段时空的交错，那是樱花树的呼吸，也是时间的脉动。他们从未在校园里遇见，仿佛命运只让他们存在于樱花树下的世界。奇怪，他到底是读哪一间学校的？那身制服不是我们学校的吗？尤真加快脚步往山丘上跑去，花在风中摇曳，他们并肩坐着，谈着最平凡的梦。花荫，你毕业后想做什么？想开一间小画室，画我喜欢的风景。那我就帮你拍下每一个季节。那样的话，你就不能不来看我了。光线在尤真指尖闪烁，每一张照片都藏着时间的印记。这些是前几天拍的樱花，你看，这张是你笑的样子。真的耶，拍得好漂亮。咦，2022，
明明是2025年。优真，你的相机时间是不是调错了？调错了吗？可是我记得这台相机的日期从没改过啊。忽然，花音的笑容凝住，像被风冻结。优真抬起头，愣了一下，手指停在快门上，夕阳光线洒在他脸上，时间在那一刻轻轻停住了。夜晚的房间里，桌灯柔光洒在花音的笔记本上，他一边写着日记，一边不经意地看向桌上的日历。他的手微微停下，表情静默。花音只是觉得有些奇怪，为什么相机的日期是3年前？如果那真是3年前，那么为什么我会……花音开始害怕太晚到来，因为不知道会不会被时间带回去。优真看见他时，总会不自觉笑出声。花音，你比我还早来啊！我今天是第1名呢。黄昏的颜色在他们之间流淌，你总是看天空，好像在找什么。但他察觉到那笑容里藏着一丝悲伤。我在记住这个颜色，也许有一天再也看不到了。你说这话好奇怪哦。可能是春天快结束的感觉吧。要是樱花能一直开着就好了。优真只想记住此刻，不需要相机。希望明天他还会笑着出现在这里。优真开始想象没有花音的日子会不会空出整个春天。隔天黄昏，樱花树下光影交错，花音独自站在树前。优真的笑总能让时间停下片刻。让你久等了，今天社团拖太久了。没关系，我刚到。花音在心里计算着时间，也在祈祷奇迹能多延长一点。他突然有种冲动，想把这个瞬间藏进心底。优真，你不觉得这里的时间有点奇怪吗？奇怪？哪里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时间要是能停在这一刻就好了。优真静静望着他，脸上泛着柔光。要不要一起拍下我们的合照？好啊。天空转为金橘色，一阵冷风迎面吹来，那阵风让他再次感觉到失控的呼吸。花音捂住胸口，呼吸急促，胸口的疼痛像浪一样袭来。你怎么了？脸色好苍白，你该不会生病了吧？我没事，只是有点不舒服。要不要我送你回家？花音微微蹙眉，努力让自己不颤抖。没事的，我只是太开心了，一时有些喘不过气。你刚才真的吓到我了。明天我把今天的合照洗好，再带来给你。所以明天也要来哦。回家路上小心。明天见。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并肩的黄昏。明天依然会有樱花，会有风，只是那个明天不再属于同一个世界。花音看起来不太好，还是送她回家好了。咦，花音走得真快啊。那天优真只是回头多看了一眼，谁也没想到那一眼隔了3年的时间。今天好像有点累呢，但他笑的样子好温暖。明天再去见他就好了，也许到时候我该说出来吧。那是3月30日的傍晚，花音以为明天还会再见，就像每一次道别一样平常。他抬头望着天空，光线在眼里闪烁。翌日下午，天空阴着，风中有未落尽的花。优真背着相机走上山丘，樱花树下空无一人。看起来好像快下雨了。春天的尾声总是带着预感的味道。那个总在风里等优真的人，第一次不在了。他今天是不是不舒服？花音好慢啊，不是说好了要再见面吗？优真轻轻擦拭着相框的边缘，指尖掠过两人的笑容。这是他准备要送给花音的礼物，但他却不知道这竟成为了最后的约定。那天天空没有阳光，花音走在熟悉的街道上，
却觉得每一步都离现实更远。世界像是静止了，只剩他的呼吸在这座城市里颤动。心脏好痛。像从远方传来的回声，命运从不会预告，它只是静静地把时间的裂缝放进他的胸口。命运总在最靠近的那一刻轻轻推开他们。花音还想再走一步，却被时间留在那片灰色的街道上。快来人啊，有人昏倒了。那滴眼泪是他最后的记忆。在花音的心里还有一个名字，正静静地在樱花树下等他。幽真。隔天，樱花树下仍不见花音的身影，风比昨天更冷。花音，不是说好了要再见面吗？幽真等着，直到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。只是他不知道，此刻的花音已经走进了另一个时间。已经过了1个月，也许它就像是春天的一场梦吧。等待的日子，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，季节轮回，花开又落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3年的岁月。2025年3月30日的傍晚，樱花几乎落尽，幽真19岁，手里的相框早已泛黄，但那一天的约定他依然记得。你说过要第一个拿到照片，那就交给樱花帮我转交吧。幽真明白，那份约定也许无法实现，只能交给樱花代替他守护。每一撮泥土都藏着思念，他把记忆埋进春天里。风从幽真身后吹起，像是在轻轻告别。我会等你的，不论在哪个季节，明天就该启程了。花音不知道，那也是幽真离开世界的那天。命运的环形正要再次重叠。花音走在街道上，步伐缓慢。等我，幽真，再一下就到了。突然，一名小男孩追着球跑向马路。啊，小心有车！幽真冲出，推开男孩，自己被撞倒在地。幽真，不会的。那一刻，幽真终于看到了她最思念的女孩。花音，我终于见到你了呢。别吓我，快起来！别吓我，你说话啊！求求你，你说话啊！花音愣住半秒，呼吸停滞，时间像被抽空，整个世界只剩下心跳声。医院走廊急诊灯闪烁，花音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哭泣。幽真父母着急地赶来医院，母亲停下脚步，看见哭泣的花音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是患者的父母。幽真母亲一眼就认出花音是幽真照片中的女孩。你是幽真照片里的那个女孩吗？花音抬起头，满脸泪水，还没开口就感觉到胸口剧烈疼痛。心脏的痛让花音几乎无法呼吸，像是有谁在呼唤她的名字。天哪，孩子，你怎么了？医生，快来人啊！这里有人晕倒了。那孩子怎么会这样？医生，他还好吗？先让出一点空间，来，氧气、心电监测接上。他是我们院里的病人，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刚才突发心律不整，血压掉得太快，心跳不稳，血压70还在下降，快，准备转急救室，通知心脏科。心脏病，他这年纪怎么会？他的情况一直不稳，请让我们先抢救，拜托了。医生转身推着担架离开，走廊只剩幽真母亲僵立原地，表情从困惑慢慢变成惊讶与心疼。时间在那一刻变得混乱，有人正在抢救，有人正在等待，而命运就在这条走廊上悄悄重叠。门缝的白光忽然变得明亮，几秒后门被推开，一阵冷风与白光涌出，医生摘下手套与口罩走出来，神情沉重，脚步缓慢。他停在两人面前，眼神短暂闪烁，声音压低，语气温和却沉重。
我们尽了一切努力，虽然让心脏暂时恢复跳动，但是大脑缺氧时间太久，判定为脑死。那一刻，世界静止了。他的心脏还在跳吗？是的，他的心脏依然有力，但是他本人不会再醒来了。而我们刚好有一位病人，就在刚才，一名年轻的女孩在院内昏倒，她被送入急救室，目前情况危急。如果能在黄金时间内移植，她也许能活下来。那个女孩是谁？我不太确定她的身份，但看样子可能是认识你们孩子的人。尤真母亲抬起头，眼神微颤，一瞬间，她想起照片里那个女孩的笑容。他是优真照片里那个总是在樱花树下微笑的孩子吧？医生沉默了片刻，看了一眼手中的病历。我不清楚照片的事，但那位女孩的名字叫花音。如果您是指刚才在走廊昏倒的那位女孩，是的，就是她。尤真母亲的决定让死亡化成了延续的脉搏。她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片刻，像是在压下所有的颤抖。当她再次开口时，声音平稳却带着深沉的痛。她紧握双手，手指仍残留着微微颤抖的迹象，抬起头，泪光在脸上闪烁。如果这是优真最后能给的笑容，那就让优真的心继续活下去吧。你确定吗？他一直说想留下让人微笑的瞬间，我想这就是他留下的方式。当红灯熄灭的那一刻，有一颗心停止了跳动，而另一颗心正准备再次开始。这真是个奇迹，找到了完全匹配的捐赠者，移植成功，心脏跳得很稳定。时间静止了片刻，像是在确认那颗心真的还在跳动。花音在一片白光中醒来，世界静的只剩下心跳。这里是哪里？有时重生并不喧哗，它只是静静的让一个久违的微笑再次绽放在阳光里。华音，你听得到吗？你醒了，真的醒了。医生说你会好的，多亏你一直撑着，真是太好了。几天后的午后，阳光终于重新洒进了病房。窗外没有花，只有风，但在那一刻，华英听见胸口深处有另一个心跳静静的回应。两位特殊的访客带着复杂的心情，轻轻推开了病房的门，去探望那个延续着他们儿子生命的女孩。你们是优真的？华英，你好多了吗？医生说你的心脏跳得很稳定。那天你一直在他身旁，谢谢你。他总是提起一个女孩，说她的笑容就像春天的光。我想那就是你吧。那颗心现在在你体内，请你好好活下去，那样他就能继续微笑着看着你。他终于明白那份心跳的节奏为什么如此熟悉，因为那是优真留下的生命。几周后，阳光明亮，花音缓步走在出院的路上。花音的步伐轻盈，却像每一步都踩在过去。花音走上熟悉的山丘，樱花几乎凋零，树影落在她身上。我来了，优真。她坐在樱花树下，无意间看到一角泥土被风吹开。这是什么？花音挖出相框，满是泥土的玻璃映出两人的笑容。原来你一直在等我。他抱着相框，
眼泪滑落，靠在树下慢慢闭上眼。如果能再见一次就好了。但风仍记得那年的约定，有些心跳不属于一个人，而是延续在两个灵魂之间。樱花再次飘落，风轻声呼唤她的名字。花音缓缓睁开眼，熟悉的风，熟悉的光，一切仿佛回到了那年的春天。这里，又是这里，我又回来了。幽真站在不远处，相机挂在胸前，静静望着他。时间静止，只剩下光与呼吸。终于见到你了，幽真。这一次，他不是为了重逢而回来，而是为了守护幽真。这次，我一定会守护你的。花音知道自己回来了。这一次，时间不再是梦，而是改变命运的机会。时间再一次流动，每个笑容，每句话，都如记事的梦境。夜晚，花音坐在窗前望向月光，花音的心跳随夜色颤动，那不是病痛，而是预感，命运就在明天。这一次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受伤。命运重叠在那个熟悉的午后，花音知道，再多一步，悲剧就会重演。就是这里，他会跑出去。他快步上前，蹲在小男孩面前。小朋友，别让球滚出去哦，这里很危险，姐姐帮你拿好，好吗？花音看着小男孩被家人带走，微微一笑。街道恢复如常，命运改写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。这样就不会有人受伤了。没关系，这样就够了。幽真独自走在对街，低垂着眼帘，若有所思。他没有察觉到刚才的死结，也没有看向那个本来会相遇的女孩。隔着熙攘的车流，只有花音停下了脚步。她静静地望着远处那个思念又熟悉的身影。花音的心仍然脆弱，但那份疼痛里藏着温柔的光。时间向前，留下的是平静与思念。5月初夏，幽真再度踏上那座山丘，风从树梢掠过，他静静地看着那个小坑，眼神里混着惊讶与一丝失落。被人挖开了，相框不见了。幽真低着头看着空空的泥土，一阵微风掠过，背后传来那熟悉的声音。你在找这个相框吗？幽真抬头，花音站在树前，微风扬起她的发丝。花音5月的风不再带着花香，却吹来了新的生命。花音活了下来，是因为那颗心在最不可能的时刻，奇迹般的与它完美匹配。人们说那是医学的幸运，但他相信那是樱花树的祝福。这次我终于遵守约定了。我一直都相信着。樱花一谢，枝头长出新叶，它不再是离别的象征，而是重生的祝福。命运的起点其实早在不经意的童年里被写下。那一天，幽真看见了树下那个哭泣的女孩，幽真好奇地走了过去。你还好吗？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哭？我迷路了，奶奶应该会担心我。那你别哭，我陪你等奶奶。那是相机吗？好厉害，是你的吗？对呀，我爸爸教我用的。啊，对了，听说只要拍下来，我们就一定还能再见面哦。我们一起拍一张吧，就当作是约定，下次来再一起看。约好了哦。